這期視頻來評測拆解酷泰科25號超級電能塊 SE。這個充電寶在7號正式發布以後，關注度可以說是極高。我先給大家說一下它的大致參數和價格：容量25000毫安时，輸出最高120瓦，輸入最高100瓦，首發價格179元。看了這個參數和價格以後，你們覺得它怎麼樣？反正我個人之前看到以後，我覺得是很興奮。那麼這個參數的話很頂，價格也夠便宜。那麼這期就來看看它的實際表現。整個充電寶從外觀來說，我覺得它就像一個縮小版的15號 L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那麼兩者在 ID 設計，包括配色方面都是很相似。然後上部接口總數量是3個 2C1A， 其中中間這個是自帶線設計，自帶的是一個編織扁線，線長實測是16厘米左右，在中間位置還設計了一個收納卡槽。那麼自帶線收好以後，可以當做一個提手。大小方面，我簡單使用2個充電寶來對比一下。第一個是酷泰科 CP25 2萬毫安时，兩者对比的話，25號 SE 要稍微寬一點，厚度是基本相当。第二個是 ZMI 紫米傳奇傑作20號，兩者寬度是基本相當，長度方面20號要更長一些。整機重量實測是544克，那麼作為參照对比，酷泰科 CP25 是494克，而 ZMI 紫米20號是578克。從體積和重量來說，那麼這個充電寶也是具備防身板磚的潛質。正面黑化區域，它中間是有一塊顯示屏，可以顯示電量百分比，單擊側邊按鍵切換到功率，而雙擊是激活小電流。整體邏輯和之前的產品也是基本一樣。充電寶的參數方面，總容量25000毫安时，額定能量88.2瓦时，它是可以直接上飛機。單口輸出，不帶線 C1 和自帶線 C2 都是支持最高120瓦，而 A 口最高支持22.5瓦。多口輸出總功率是20瓦，而自充輸入最高支持100瓦。协議檢測，不帶線 C1 口除了120瓦小米私有快充以外，其他主要是 QC3.0、華為23.5瓦和 PD3.0。PD 檔位出發，包含5個固定檔和2個 PPS， 固定檔最高100瓦 ，PPS 5到11伏完，5到20伏完，最高是100瓦。而自帶線 C2 口也同樣支持120瓦小米快充。其他主要是 QC3.0 和 PD3.0。PD 檔位出發，同樣包含5個固定檔和2個 PPS， 固定檔最高是100瓦 ，PPS 最高也是100瓦。另外2個 C 口還額外支持最新的 PD3.2 SPR AVS 檔，當然這個 AVS 目前沒有什麼作用，因為目前還沒有設備支持這個協議。至於 A 口是 QC3.0、華為23.5瓦和蘋果2.3。實測環節，第一項是小米快充測試。實測不管是不帶線 C1 口還是自帶線 C2 口，都可以成功激活120瓦快充圖標。那麼手機在低電量的情況下，峰值的輸出功率都可以到93瓦左右。2個 C 口都是支持小米120瓦私有快充，那麼這個是絕對的好評項。第二項是 PPS 測試，依然使用愛酷 Neo 10和榮耀100。實測對於愛酷 Neo 10帶線和不帶線 C 口都可以成功激活手機的 PPS 快充。手機在低電量的情況下，峰值的輸出功率都可以到80瓦左右。而對於榮耀100，那麼它的2個 C 口的激活功率是不一樣的。其中不帶線的 C 口，它只能激活不帶任何功率標識的超級快充，峰值的輸出功率只能到20瓦左右。自帶線 C 口則可以成功激活100瓦 Max 圖標。手機在低電量的情況下，峰值的輸出功率可以到75瓦左右。那麼對於這個結果，其實在前面協議檢測的時候，大家也應該注意到了一個細節，就是它的自帶線 C 口是沒有燒入 SCP 協議的。那麼這點考慮，我個人覺得是很細緻，它是故意屏蔽掉一個端口的 SCP， 防止 SCP 和 PPS 出現干擾，從而保證最大的兼容性。第三項是 PD 測試，使用酷泰科15 Ultra 作為負載，15 Ultra 已經設置為單向輸入，實際輸出功率在96瓦左右。第四項是雙口測試。這裡我使用2台手機作為負載，首先在不帶線連接 K80 Pro 走120瓦私有快充，接着在自帶線連接愛酷。可以看到，當自帶線 C 口接入的時候，不帶線 C 口是出現了斷連，雙口狀態下都是走5伏慢充檔，一個的功率為10瓦，一個的功率為8瓦，總功率是18瓦左右。那麼這個數值相較於它單口的120瓦和100瓦，那麼要低很多很多，這點我覺得是比較遺憾，這個落差感覺還是有點偏大。最後一項是3口測試，那麼2個 C 口的話，分別連接一台手機後，我在它的 A 口再連接一台手機。當 A 口接入的時候，2個 C 口也同時出現了斷連。3口穩定以後的功率8瓦加8瓦加7瓦，總功率為23瓦。
充電寶的測試數據方面，第一項是极限功率放電。首先以额定最高的100瓦橫流放電，在25度的環境下，放電到了大約10分20秒後會關斷2次撥發，降檔到65瓦。這時候機身表面的最高溫度大約是 37.1 度，而輸出口內側的溫度大約是 58.5 度。第二次把功率下調到65瓦，那麼放電到了大約53分鐘後，會撥發降檔到45瓦。這時候機身表面的最高溫度大約是 44.8 度。作為一個售價179元的產品，那麼它的極限輸出表現，實話實說是遠超我的預期。那麼65瓦連續放電可以堅持接近1個小時，這個表現我覺得已經相當可以。放電容量這一塊測試了15瓦和30瓦兩種工況，其中15瓦放電容量15279毫安时，放電能量 75.35 瓦时，15瓦下能量轉換效率是 85.43%， 而30瓦下放電容量是5270毫安时，放電能量 78.69 瓦时，30瓦下能量轉換效率是 89.22%。第二項是自充，自充方面它最高支持100瓦功率，不帶線 C1 和自帶線 C2 都支持自充，同時自充功率最高都是100瓦，這點也是絕對的好評項。完整的自充測試，第一次使用酷泰科10號迷你充電器，30分鐘充入 41%， 60分鐘充入 71%， 完全充滿耗时106分鐘，峰值充電功率96瓦，平均充電功率51瓦。第二次使用小米65瓦大畫家，30分鐘充入 37%， 60分鐘充入 68%， 完全充滿耗时110分鐘，峰值充電功率63瓦，平均充電功率49瓦。那麼作為一個25000毫安时的充電寶，那麼不到2小時就可以完全充滿，充電效率我覺得也是相當可以的。使用65瓦和100瓦充電器，整體的差距並不算大。第三項是文波，測試了2個 C 口，功率從20瓦到100瓦，其中不帶線 C 口文波峰峰值從25毫伏到82毫伏，而自帶線 C 口文波峰峰值從24毫伏到72毫伏，文波這塊整體沒有什麼問題。最後一個大項是拆解，來看看它的結構和用料。從正面灰黑結合處入手，先沿着邊緣切割一條縫隙後，再使用工具慢慢撬開。整體拆解難度比較大，上下殼體封裝非常牢實，分離殼體上花了不少時間。然後這就是上下殼體分離開以後的樣子。殼體之間使用卡扣加粘膠，扣點比較寬，同時在邊緣還有額外填充白膠，因此拆起來的話是很麻煩。主體這邊上面是主板，下面是電芯。主板部分區域有填充白膠，右側有一大塊導熱硅脂墊，而下面電芯區域外周套有一個鏤空的塑料支架，中間這裡是電芯的低壓檢測線和溫度 NTC。檢測溫度 NTC 總量是3顆，分布在電芯上中下3個位置，細節做的是很到位。電芯和主板通過裂帶點焊連接，8顆焊點很工整。繼續點掉連接裂帶，取下電芯組以及外周框架。電芯組的細節給大家看一下，那麼外周框架使用的是一個半包結構，兩側貼有緩衝泡棉，底下填充白膠，而下底殼兩側也有大量的白膠，中間是2條泡棉。從緩衝跌落保護這塊來說，整體做的是很到位。至於上面的主板，採用的是單層板設計，主板和下底殼使用4顆螺絲固定，主板的下面有一塊很厚的導熱硅脂墊，另外在導熱硅脂墊的下面還貼有複合石墨導熱膜和泡棉。自帶線使用排座和主板連接，線芯數量為7根。電芯採用的是21700圓軸電芯，總數量是5顆，5串布局。電芯品牌是來自力神 LR2170SZ， 單顆額定容量4900毫安时，額定能量是 17.64 瓦时，5C 動力電芯，損失放電可以達到 8C。主板方面，那麼這個充電寶從架構來說，使用的是單路升降壓，3路為共用。主控來自英基芯 IP5385， 那麼這是一顆多功能的芯片，集成了升降压控制、协議控制、顯示驅動、MOS 驅動，同時還內置 ADC 和電量計。背面是一顆用於升降壓的電桿，升降壓的 MOS 管是來自和納，具體型號為 AER3041A1。鋰電池保護 IC 是來自創新微 CM1351。保護 IC 下面是被動均衡電路，能看到均衡的看管和均衡電阻，均衡電阻主值1000歐。這邊的話是2組，另外3邊的話是有3組。濾波固態是來自東家，數值均為25伏100微法。那麼這就是主體的大致結構。視頻的最後，我簡單總結一下這款充電寶，歸納匯總它的優缺點。優點方面，第一個的就是極限性能的話，表現很強悍，65瓦連續放電，它可以接近1個小時。那麼以它179元的價格來講，這個表現我覺得是相當搶眼。
第二就是它的2個 C 口的話，均是支持小米的120瓦快充和100瓦 PD， 同時也包括自充输入。那么2個 C 口也均為100瓦，那麼在充放電端口選擇這一塊的話，會更加的方便。第三就是它的容量夠大，25000毫安時，同時這次用的是21700圓柱電芯，基本上就不用擔心它的鼓包問題。那麼4個的話就是它的價格，那麼179元的首發價格，我覺得非常的有誠意。至於缺點的話，歸結起來主要就是一個，就是它在多口輸出狀態下，那麼整體的輸出功率比較低啊，都是慢充啊，總功率的話只有20瓦左右。那麼這點相較於它單口120瓦和100瓦的 PD 是有些遺憾的。當然，這個缺點在它179元的價格和它突出的優點面前，我覺得不算什麼太大的問題。綜合來說，依然是一個性能非常強悍，同時性價比很高的產品。我的綜合評價的話，會給到至少4星半。它的出現有點像我之前評價15 Ultra 充電寶，那麼基本上可以說把同類產品全部給 KO 掉了。那麼相同的價格下，性能沒它強，而相同的性能下，價格又沒它低，它是做到了人無我有，人有我強。那麼好，本期的視頻內容就是這些，我是阿甘，咱們下期再見，拜拜。